恭喜来自江离律师事务所的江离律师荣获全球100大精英律师称号，同时他也是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恭喜江律，恭喜江律，恭喜啊！恭喜江律！江律，这些文件都需要您签字，放我桌上吧。我江离愿意做他的替身，只要你能偶尔来陪陪我，我不要钱，也不要名分，只要你给我一点点爱。什么？江离？哭闹、割腕、抱大腿、被求爱，这是什么智商滑坡剧情？江离还跟我同名，要是换我穿过去，第一，刷爆霸总的黑卡；第二，收购他的公司；第三，叫这狗男人跪地唱征服。谁准你割腕？他的手洁白无瑕，你割了就不像他。不是吧？真传书了，还成了这顶级恋爱脑江离本人？装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给谁看？该不会想变白跟我说你不图钱吧？当然不是。亲爱的副总，对不起，以前是我不懂事，今后我一定会好好扮演您的白月光的替身，顺便掏空你的财产，让你知道什么叫装逼遭雷劈。他怎么回事？这微笑怎么那么像我白表时桂姐看我的眼神？为了让我们本次合作更规范，避免纠纷，建议我们先签一份替身服务协议。合同？你又在玩什么心机？该不会是想契约结婚绑住我吧？我告诉你，不配。自信过头是病，治。甲方傅思涵先生，也就是您；乙方江离，也就是我。签订这份合同，能让我们的替身服务更加规范。你的花样还真是一出接一出。我告诉你，你这样的女人，协议内容如下：第一，乙方以扮演甲方心中白月光客地形象为核心服务，基础月薪50万。也就是说，我每个月扮演你的白月光，你每个月付我50万，没问题吧？他是真的在和我谈钱。4月1号支付。第二，若甲方需对乙方进行轻微言语侮辱，用于烘托虐恋情深分为按次计费，每次5000元。所以，像刚才这种情况，您就需要额外。你以为你虚张声势就能改变我的心意？念，继续念。算了，你自己看吧。乙方需配合甲方出演为爱吃醋、黯然神伤、倔强隐忍等情绪大戏，按小时计费，每小时8000元，不满1小时按1小时收费。为我吃醋还要收费？而且节假日3倍工资。
你以为你欲擒故纵就能引起我的注意？江离，你也太高看自己。不愧是古早霸总文的男主，这个逻辑简直不是人。最重要的我还没说完呢。如果由于甲方原因导致乙方在履行服务期间受到来自第三方，尤其是我方的竞品，也就是您的白月光小姐的干扰，导致服务临时终止，您需要支付违约金。你竟然敢说它是商品！江离，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水泥还是法典？这个疯子！副总，若乙方受到来自甲方的暴力威胁，致使乙方产生实质性心理创伤，甲方根据补充协议条款，需要向乙方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好，你想玩是吧？我陪你玩。请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我会用行动粉碎你的幻想。合作愉快，副总，江离，工号001，携程为您服务。上钩了，傅思涵，一个会行走的 ATM 机，我即将榨干你的价值，称霸整个世界。明天是安然回国的接风宴，你陪我去参加。好啊，不过这属于额外的通知加班，您需要支付特殊场景表演费，当然礼服和造型要另算的。总计是73000元。总裁，您是现在转账还是？转账。明明是想捉弄他，怎么反而有种花钱请人给我添堵的感觉？款项已收到，谢谢回顾，欢迎下次光临。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宴会造型的问题了。请问你这边有指定的造型团队吗？如果没有，我这边有几个备选方案，性价比都比较高。性价比？你看不起谁呢？跟我走。副总好。副总好。不愧是古早霸总，好大的排场。副总好。副总，这位是谁啊？这位是我的女伴。多半是某个想攀高枝的花瓶。副总，礼服裙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就这条吧，这是婉晴最喜欢的风格。这条不行。还轮得到你说不？副总，还真就能轮到我说不。根据我们签订的协议，乙方有权拒绝可能导致乙方个人形象受损的造型要求。这条裙子设计优雅，剪裁得体，但是它不适合我。在副总面前，居然有女人敢说不？她是何方神圣？哪里不合适？你不就是不想和婉晴穿同样的衣服？江离，你的演技太拙劣了。没错，我就是不想和您的白月光穿一样的衣服。装不下去了？不，副总，我的服务核心是扮演您的白月光，而不是复制它，是2度创造，
讲究的是神似，而并非形似。再说了，复制也体现不出您这里头子的价值啊！穿上这条裙子，我就只是霸道总裁白月光的替身。可这是我的第一次亮相，我要以江离一个堂堂正正、独立的身份出现。那如果我非要你穿，那大家就又会觉得副总又找了一个没新意的花瓶，幼稚的宣告自己心有所属，会影响您的形象。甲方乙方投资价值，我明明听得很不开心，却又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那你穿什么？到时你就知道了。谢谢大家。但我这次回国其实只为了一个人。哇，是谁啊？谁这么幸运啊？思涵哥哥，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这哪家的千金啊？好漂亮！说不定是哪个嫩模。副总，10点钟方向，姚安然小姐的指甲已经掐进手心了。现在要我喂你吃个葡萄吗？你的警惕性比猎犬还高不少。借着工作职责亲近，教练，你的新把戏不过如此。毕竟副总付了钱给我。记住你今天的任务，别让姚安然缠上你。收到。思涵哥哥，这位新妹妹不介绍一下吗？妹妹，你好年轻啊，还在读大学吗？你和思涵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哼，这个女人一定是嫩模或者捞女。姚小姐久仰大名，我是江离，是副总的私人顾问。原来是工作关系。那安然小姐刚才可是有点咄咄逼人了。原来如此啊，好馋，给我等着。私人顾问，女朋友这个身份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情感纠纷和道德审判，但是私人顾问就不同了，既专业又高端，还能解释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头衔很贵，完全符合你为我支付的薪酬标准。原来是江顾问，失敬了。思涵哥哥，你也真是的，来宴会还带着私人顾问，你也太敬业了。听见了吗？你就是个完成工作的工具人。嗨，没办法，副总的业务比较繁忙，风险无处不在。我作为他的私人顾问，需要24小时待命，以确保他的每一项决策、每一个合同都万无一失。有必要吗？那当然了，尤其是在签署某些会造成重大损失的长期合作协议时，对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又在提醒我是一个花了冤枉钱的甲方？私人顾问，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当着老板的面说话如此嚣张的员工，哼，要么无药可救，要么恃宠而骄。哎呦，顾总啊！副总，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带了位新面孔？既然哥哥就是这个女人，霸占思涵哥哥还欺负我。副总，这该不会是你的新宠？是天生长这样，还是照着谁整容了？我是副总的私人法律顾问，我叫江离。另外，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人格造成侮辱，我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他
居然觉得长得像婉晴是侮辱，胆子真是大了。让陆景然教育一下他也好。法律顾问，这么年轻吗？不知江律师毕业于哪所名校，专攻哪个领域啊？怕不是专攻劳动法，帮副总剥削员工的吧？副总，我们都知道你有钱，可你千万不能为富不仁呐！在我的场合抢我的男人，现在我就要你下不来台。陆总说的没错，作为一名律师，我确实对劳动法颇有研究。哦，你承认了，你就是专门钻劳动法漏洞，然后去压榨普通人的无良律师。副总，把这种品德败坏的人放在身边，睡觉能安心？思涵哥哥，你快把他赶走！陆总理解差了，熟读劳动法无关剥削，而是关乎契约精神。好一个契约精神！小丫头，你的口才不错呀。不过商场如战场，光说可没用。我听说副总前段时间在城南竞标的那块地失手了。我听说这个项目的价值非常高。思涵哥哥，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才华横溢的江律师要在哪里为你保驾护航呢？这块地我并非竞标失败，而是主动放弃，这是公司机密，江离不知道。从前有人和他大声说话，他都会怕，现在两个人盯着他，我要看看他还能装多久。陆总，看来您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您得到的消息不够全面。他居然不怕，肯定还在应酬。哦，这其中还另有隐情。江小姐，你可不要为了面子，什么话都乱说啊！好了，差不多行了。你不过是想学上流社会的名媛对工作项目侃侃而谈，但也要学会接受想法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副总就那么笃定我对生意上的事情一窍不通？你整天在家里就是端茶递水、熬汤煮粥，怎么可能知道？事实上，副总之所以失手，是因为那块地的地下水存在轻微汞污染的隐患。汞污染？你乱说的吧？姚小姐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报告，事实胜于雄辩。还真是这样，竟然让江小姐你说对了，这不就是个花瓶吗？她怎么知道这些？肯定是副总裁告诉他的。傅家的团队给出的结论，远不及像你自己说出的地下水汞污染这般精准致命。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废，整本小说我都看完了，怎么能不知道？陆总，您现在明白了吗？副总不是失手，而是主动放弃。小丑，江小姐，你的专业能力让我敬佩。刚刚是我唐突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家人哥哥，陆景然可是公认的混世小魔王，今天居然在他手上吃了瘪，有点意思。嘿嘿，副总真是好眼光呀，江律师真是年轻有为啊。不知道江律师在哪个律所高就？刚好我们公司也在接洽新项目，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邀请江小姐来做我们的项目顾问呢？当然。期待合作。今晚宴会来往的都是生意场的大人物，谁要玩抢男人的游戏？再说了，抢男人有什么意思啊？抢男人饭碗才有意思。是今晚的主角，我才应该站在思涵哥哥身边，我才应该被所有人顶礼膜拜。江离，你算什么东西？思涵哥哥，我有点累了，而且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你说。我们去那边露台坐一会儿，好吗？好。安然小姐，请等一下。果然奇。根据我跟副总签订的协议，在公开社交场合，我需要全程陪同，以应对任何可能产生相应的商业或法律风险。凭什么？为什么？我难道还会害思涵哥哥吗？我看你就是想插足我跟思涵哥哥的感情。
安然小姐，这是我的工作。当然了，如果二位坚持需要私人空间，也不是不可以。那么我本时段的工作时间将提前终止，并且副总仍需支付全时段的费用。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思涵哥哥有事，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别在这儿影响我们了。好，我给你钱，让开。当然可以。姚小姐，副总若因与您的私人会谈产生任何具备法律效应的口头承诺或财务纠纷，是另付费的，起步价10万元，该费用需要姚小姐来承担哦。好了，江离，吃醋也要有个限度，你再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副总，这是我的工作，请您明示我要继续工作还是支付费用。江离，副总请明示。好，江离，我给你钱，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招。收到，多谢副总。那祝二位有个愉快的夜晚，拜拜。真走了。思涵哥哥，现在没有外人打扰我们了，我们去好好说会话好吗？安然，别这样。江离，回来。又是你，坏我好事。他竟然第一时间护着我，难道是怕我要借机讹他？我肯定是疯了。对不起，江小姐，我不是故意的。思涵哥哥，安然，你不该这样。思涵哥哥既然帮着他说话，那我就该把酒杯往他头上扔。姚小姐，暂且不论你这拙劣的演技，你知道我身上这件礼服多少钱吗？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你个小顾问能穿多贵的礼服啊？完了天呐，今年早秋高定系，全球限量3件。因为要加急使用，副总还特意支付了30%的额外费用，一共188万。什么？188万就这么毁了？这也太奢侈了吧！你敢让我赔？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一条裙子而已，算了。当然要你赔了。根据民法典第1184条，损坏他人财物，要根据财物发生损失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合理价格赔偿。姚小姐，我不知道令尊是谁，在哪里高级，但是弄坏了别人的东西就是要赔，该不会还要赖账吧？当然不会，小钱而已，我也不会放在眼里。只有像你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杂碎，才会这么斤斤计较。转账已收到，此事两清。温馨提示，您刚才说的话对我造成了人格侮辱，我保留起诉您的权利。思涵哥哥，你看他呀，收了钱还这么咄咄逼人呢。安然，自己犯下的错误就要自己承担，况且他说的也没错。连你也不帮我，拜拜。哇，专业！江离小姐的业务能力也太厉害了。姚小姐以前没少给别人裙子泼酒，没想到还能吃这亏。报应虽然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的。大家以后有相关业务上的问题，欢迎咨询我啊！欢迎。江离，你让我今天很没有面子。可是我很有面子啊。谁让你欺负安然的？想引起我的注意，也要适可而止。副总，
你疯了吧？我为什么要引起你的注意啊？因为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为什么心甘情愿过来做我白月光的替身呢？为了钱呀。同样的把戏用一次就够，多了可就腻。我说的是真的。现在就业环境这么困难，年薪1000万的工作可不好找。哦，对了，副总，今天晚上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我已经给你妥善处理了。账单我稍后发到您的邮箱，合计177万。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解雇你？1000万年薪，我就算丢进水里听个响，也不想养一个骑在我头上的大鸟。副总当然可以解雇我，但是你首先要考虑一下解雇我的后果。解雇我，可就相当于把一把锋利的武器递到了竞争对手的手上。威胁我，这就是你的新把戏？友情提示：合作协议第19条第2项，如果甲方无故解约，需要支付乙方3倍现金以及3000万左右违约金，并在解约合同签署24小时之内打款。另外，你还想做什么？解约后，我跟您之间就不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以及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这个时候有第三方，比如说陆氏集团，以更高的薪资聘请我，见钱眼开，说不定就……所以，我不仅要付给你那荒唐的服务费，还要继续承受你的顶撞，否则就要付给你3000万，外加承担你倒戈的风险。Yes。好，我答应你，从明天开始来我公司上班。装独立女性引起我的注意，以为背点法条就能拿捏我，来到我的主场，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知足。我听副总安排。傅思涵啊，傅思涵，你真是气昏了头！你让我去你公司，这和让老鼠进粮仓有什么区别？收拾收拾，公司准备姓姜了。江小姐，总裁说让您先在这里办公。傅思涵，也就这点小伎俩，真幼稚。江小姐，要我说，您怎么会想不开啊？像之前那样在家里享清福不好吗？出来工作多累啊！在家享清福？淡了。我知道错了，下次会改进。享清福，向下的自由不算自由。我既然来到这个世界，那就要上桌。周特助，麻烦你记一下。第一，办公环境密闭，通风不良，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安全健康的办公环境。第二，通讯设备落后，无法接入公司内网，
无法进行视频会议。第三，作为年薪千万的危机公关处理专家，我在这里办公严重影响富氏集团的品牌形象。江小姐，您的意思是，基于以下3点所造成的后果，需要我们自行承担？你很聪明。谢谢您啊。当然，这些只是我基于专业角度给出的危机分析，具体如何决策还要看你们副总。所以，麻烦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原封不动的转告他，谢谢。原封不动。怎么样？他知道错了吗？现在是不是已经哭着回家了？江小姐对您安排的办公室提出了3点要求，并且声明，如果因为这3点引发的后果，您自行承担。好一个江离，他是不是以为我拿他没办法？总裁息怒，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借力打力。半个小时后就是高管会议，我们不如让江小姐参加。那些高管一向难缠，他们肯定会对空降的江小姐产生质疑。好主意，夏公子。听说昨天副总带一个小蜜去参加宴会，闹出了不少动静，今天还来呢。哼，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有点书面上的知识，真把自己当人物了。我看呀，就是在副总面前长脸，和安然小姐争风吃醋，不成气候。是啊。局长好。准备开始开会。市场部，我们市场部作为公司的老牌部门，一向都是脚踏实地，靠的是过硬的业绩，还有对公司的忠诚，而不是某些哗众取宠的旁门左道。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启动之后，1年之内可以实现盈利，3年可以收回所有的成本，这将是我们集团新的利益增长点。我有个问题，张副总，您的报告中人流量数据引用的是3年前市政规划预估，怎么了？你有意见？但是根据上个季度交通部门的最新数据，该区域规划的地铁线路已经被一条 BRT 线路取代，这也意味着核心客群的消费理念和交通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还有这件事，是很大的数目。这只是微调，影响不大。影响不大，你确定吗？我在市场部多少年了？难道我的市场敏锐度还不如你？副总，江小姐纯属是在胡扯。客户群里没有改变，剩下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对，我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江小姐，你不懂我的专业，你少在这里发表意见。哟呵，还敢顶嘴，很好，小张。希望你待会儿别哭鼻子哦。好，那我们就聊点专业的。上个月，市医院在商业体旁边拿下一块地，准备建一个传染病防护中心。请问一下，一个主打高端消费的商业体，紧挨着一家传染病医院，这专业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上个月的事情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副总给你开的千万年薪掉到水里都能听个响，不上你们公司当大爷，是吧？用我的话对我，他胆子是真的废了。张副总，你现在可以告诉副总，你计划的新的利润增长点是打算靠卖口罩和防护服来实现吗？给我个解释。
总裁，我错了。够了。就您3言2语间把我引以为傲的项目变成定时炸弹。他只用了1个晚上，就挖出了连富士核心团队都未曾发现的足以致命的深层危机。这女人简直是个妖孽。现在知道我的能耐了吧，小夫？会议暂停。张震，半小时后来我办公室。副总，明天上班前，我希望看到符合我身份的配置，否则的话，我之后的工作恐怕只能在您的办公室完成了。看见了吗？敢解雇我，知道没有我的富士集团埋着多少像城西项目这样的地雷吗？滚去人事部，让他们给你换。就换到我隔壁那间，那是仅次于我本人，视野最宽广、面积最大的副总裁办公室。谢谢。另外，副总，刚才是您第2次对我说过，记住，事不过3。乡里，不出声挑战，干得不错。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是他确实具备非一般人力具备的远见、能力、谋略和智慧。或许我应该对他态度好一些，毕竟他为了帮我，付出了时间精力去学习。大哥，你憋了半天就说这个，副总满意就好。不过这是另外的价格。另外的价格？是的，副总。根据我们的替身服务协议，我的服务范围包括扮演满足甲方情感需求的特定角色，但并不包括对富士集团重大投资的商业尽责调查、风险评估以及危机干预。所以呢？所以刚才会议上的行为属于超纲服务。当然了，您对我个人能力的认可，我心里有。不过，认可不能代替报酬，专业服务需要专业议价。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合同；我跟你谈工作，你跟我算超纲。我夸你一句，你反手给我一个账单。江离，不是人，你是一台精密的仪器，这根本不是替身，是南宋的服务。这个游戏是副总您同意了的呀？怎么，您反悔了？你最好适可而止。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副总说这么多是为了不给我钱吗？咱们2个都这么熟了，我可以给你打折的。不用，你就说吧。我一句干得不错，值多少钱？详细的费用我可以在午休前发你。我可以回去工作了吗？别耽误我赚钱的时间。江顾问，这是您的新办公室，您看还需要什么，我马上安排。这和半小时前那个5平米的储藏室是地狱和天堂的区别。通知 IT 部，半个小时之内，我要公司最高权限的内部网络端口。哎，等一下，我要一杯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谢谢。唉，颤抖了 NPC 们，你们的神要开始大展宏图了。总裁，江小姐的事情处理好了，关于张经理的处理也发不下去了。另外，好，
很好。总裁，您要不要喝口水啊？但我怎么突然觉得江离说的对啊？啊，总裁，您糊涂了？他的处理方式虽然没有感情，但却是顶级、绝对理性，以其利益为唯一导向的最佳商业解决方案。喂，老李，打给一个新成立的咨询顾问公司。你先下班吧。啊，总裁，那你呢？我准备一个人出去走走。去哪儿？江离，别装了。我装什么啊？你嘴上说着不喜欢我，但听见我要独自一人出门，还不是火急火燎赶来？哦，你是这样理解的。行了，我承认是我以前没有发现你的长处，但你再继续胡闹下去，那可就不好玩了。副总，现在是下午时间3点15分，距离我的下班时间还有2小时45分钟。按照协议，我必须要完成本日的工作时长，不是故意跟着你的哦。你说什么？哦，我懂了，副总是工作太累，想玩情感 play 了。小妖精。副总，情感演绎需付费，30万。钱，又是钱。江离，你掉钱眼里了。以前可都是你主动想和我亲近的。今时不同往日，所以副总是打算付费呢，还是从我身上起来？江离，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欲擒故纵的把戏玩多了就不好玩了。合同赋予了你随时向我付费的权利。开车。疼死我了！您别下去，您的身份不适合出现在这种纠纷场合，而且您现在心情不好，就算是下去也是砸钱了事。他这是想保护我，也是。过去他爱我爱的那么痴迷，怎么可能轻易就改变？这就装不下去了。那你想怎么办？让他继续讨论？严重啊！您坐着，我来解决。碰瓷儿很好，到我的主场。那你小心一点。有钱人杀人了！有钱人了不起，有钱人就可以随意撞人啊！真是世风日下，这什么男人？遇到事让一个小姑娘解决，算什么男人啊？就是啊，下车，快下车！是男人就下车，赶紧下车吧。麻烦，早说了砸钱了事。
有什么事情跟我谈。他竟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霸气，这是过去他没有的，婉晴也没有。哎呦，有权人杀人了！哎呦，疼死我了！这位先生，需要帮您叫救护车吗？你叫什么救护车呀？你撞了我，我要报警！好。喂，你好，是报警中心吗？我在怀庆路和同庆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没有人员伤亡。你还真报警啊？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方车辆正常绿灯起步，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一行人自行冲撞到我方车前，并声称被撞伤，疑似碰瓷。我没有啊。对，我有全程录像，车上也有行车记录仪。我怀疑对方涉嫌敲诈勒索，麻烦你们过来处理一下，谢谢。从前没发现，他处理事情还挺有魅力的。你胡说八道你！警察马上就过来了。另外，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出来的地方右上方30米处有一个高清摄像头，而且我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是4K 超广角的，应该拍得很清楚。你强词夺理，你胡说八道！你那什么行车记录仪绝对是假的！哎呦，我不管，你撞了我就得赔钱！哎呦，不给钱我就不起来！无耻之徒！友情提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敲诈勒索构成刑法上的敲诈勒索罪。我怎么了我？你再不起来，属情节严重，3年以下有期徒刑起。他居然一点都不害怕，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整个人都在发光。小姐姐，误会，都是误会啊！哎，刚刚那是我眼花了，自己摔倒，跟你们没关系啊。那我就哎，别着急走啊，警察马上就过来了。你现在走了，是属于畏罪潜逃还是肇事逃逸啊？到时候情节就更严重了，还是等警察来了把话说清楚了再走比较好。你放心，法律是公正的。碰瓷儿我，那你算是踢到了铁板。哎呦，小姐姐，姑奶奶，我错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刚刚是我一时糊涂呀。这样，钱我不要了，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求求你了！这姑娘真厉害啊！对呀，真是无人。整个过程高效利落，甚至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优雅。江离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是为了引起注意，在暗中提升成这样的吗？很好，他成功了。原来是碰瓷的，真是不要脸！这姑娘真厉害，一点也不害怕啊！就是。喂，110吗？刚才那位先生突然说是误会，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我们已经和解了，就不用麻烦你们来跑一趟了，抱歉。还不赶紧走，是等着被请进去喝茶谈心吗？刚才是走了，走吧。你以前处理过这种事情？没有。处理的不错，辛苦了。其实不复杂，这种人就是利用普通人怕麻烦的心理，制造信息差来获利。我做的只不过是把信息透明化，他的心理优势自然就崩溃了。这女人懂得好像很多，我感觉我对世界的认知正在被她一点一点的颠覆。我突然发现，其实你还挺有趣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次服务的账单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这次服务费是16万。16万？你就下去说了几句话，就要16万？亏我还以为他刚刚下去是因为担心我的情况，没想到还是为了钱。这个女人
简直荒唐！如果刚刚换成是我下去了，他不一定会讹到我16万。没错，刚才如果是您下去，大概就会砸5万块钱了事。对方看您开着豪车，应该会坐地起价，最后你应该会花差不多10万块钱。原来你心里还挺清楚。但是，我刚才只花了5分钟的时间，就给您省了起码10万块钱，还规避了无法估量的品牌形象损失，维护了你一下午的好心情。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觉得16万还挺值？好，他没讹到的部分换你来讹。小李，你有完没完？咱们服务人员的事情怎么能叫讹呢？副总玉树临风，说一不二，富可敌国，肯定不会赖账的，对吧？傅思涵在我面前就是个弟弟。账单发我邮箱上，但是我是为你刚才最后一句话买单。夸他能挣钱，还真是人傻钱。开车。思涵，这么巧，你身为副市总裁，不在公司里加班，跑到这儿来做什么？中年女人，妆容精致，言辞刻薄，这应该是傅思涵最讨厌的长辈，他姑姑。幼年时，他为了培养傅思涵的狼性，将傅思涵扔进无人区和狼作伴，这些年也处处和傅思涵作对。这位是哪个会所里新来的公主吗？表哥，你眼光越来越差了。姑姑，她不是。傅女士你好，我叫江离，是傅总的私人危机顾问。傅家极重长幼尊卑，傅思涵动不了傅婉君，可我又不姓傅。傅婉君，准备好接招吧。这什么时候做的名片？这可是我昨晚加急做的，烫金雕纹，金属质感，尽显格调，和我的身份很配吧？私人危机公关顾问，现在的年轻人名字起的一个比个花哨，说白了不就是个小助理？小看我，看来昨晚的事情还没有流传开啊。妈，你别这么说，思涵哥身边什么时候缺过会照顾人的助理呢？菲菲，说话请注意分寸。江小姐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女人。表哥，你还护着他，我们才是一家人。妈妈，你看哥哥。林小姐，您刚才的言论虽然是在私人场合，但是已经对我的职业造成了污名化的描述。如果传播出去，根据相关法律，我有权追究您侵犯我名誉权的责任。你什么意思？你再说一次。你是在威胁我女儿吗？像你这样趁着年轻有几分姿色，想靠着工作勾搭有钱人的小丫头片子，我可见多了。我命令你马上向我女儿道歉。姑姑，何必咄咄逼人呢？傅思涵，如果你不想明天傅家宗族长老都知道你和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厮混在一起，你就给我闭嘴！别忘了你是怎么当上副市总裁的。姑姑，我和你的事情跟他没关系。哎，傅女士，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您刚才的话语已经涉及到傅氏家族继承这一敏感话题，我建议您立刻闭嘴。怎么，我聊我自己家的事儿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哎，真是不巧，还真要经过我的同意。这女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硬刚姑姑！傅女士，如果今天傅氏估值内斗的新闻传出去，大概率会造成傅氏集团内部治理纠纷，同时会释放出傅氏内斗的负面消息，影响股价，造成经济损失，而这些全都要由赵氏方来承担，可以吗？思涵，姑姑可是为了你好，你一点都不领情吗？你还看着这个女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用亲情绑架我，黔驴技穷就来这招。我当然相信傅女士刚才的话都是出于对我们傅总的关心，但是为了避免今天的事情被有心之人传播出去，造成负面影响，我建议您现在立刻马上和我们傅总道歉，将风险降到最低。道歉？
我向一个晚辈道歉？哼，你问问他，他敢接受吗？思涵哥哥，如果舅舅知道了的话，你会挨骂的。所以说，傅女士，您完全不担心自己对傅氏集团的影响，还是说，在傅女士您心里，傅氏集团的利益轻于鸿毛，只要您的面子重于泰山就可以了？啊，您别误会啊，我就是问问。从小到大，他是第一个会在姑姑面前护着我的人。我本来想用身份、规矩、人情这些模糊的社交武器来羞辱江离，没想到他根本不和我在同一个频道里对话。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没人敢这么和我妈说话，我一定要让她好看。思涵，今天这事儿是姑姑不对。姑姑，没事的话，我们先去吃饭了。敬你，敬你。这是第一次。副总第一次敬人酒。从前我姑姑仗着傅家的权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包括我。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被人按在地上摩擦，还是被一个来自低阶层的人才，一个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瞧得上的人。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也没关系，我无所谓，因为什么？因为他内心强大。因为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家人，你们怎么看我都不在乎，我又不可能一辈子为你们而活。不在乎？那他刚刚护着我是做什么？欺骗我的感情吗？江离，你变化很大。说来听听。从前你都是害怕我离开你，现在你好像什么都不怕。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和失控。当我了解了规则，并且能预判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其实就没什么值得恐惧的了。恐惧是弱者的事情，我可不是弱者。包括激怒我离开你。副总，你胡说什么呢？你明明是不可能离开我的。我就知道嘛，你的心里还是有我的。哎，怎么了？快走走。我们是有合约的，今晚的服务费是30万。这女人完全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鬼。谈感情多俗啊！要谈我们就谈钱。多谢副总，今后我还会继续待在您身边，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Cheers。哟，周特助，这么晚了怎么过来了？是要聊工作上的事情吗？现在可是已经过了工作时间了，记得问他要加班费。我谢谢您啊，江小姐。不用客气，以后有任何劳动纠纷上的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给你友情价。我还想多活2年呢。江离，我给他开的是最高时薪。哇，那你人蛮好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需要支付他加班所产生的加班费。加班费我会给你的，跟我来趟书房。傅思涵现在就顶不住要搬救兵了，游戏才刚刚开始呢。总裁，您的意思是江离小姐又从您这里划走了46万？
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不在乎，懂吗？我傅思涵从小到大，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玩弄在掌心。所以，总裁您是更喜欢之前的江小姐？从前的江离像个只会妖宠哭闹的洋娃娃，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围绕着我，没有攻击性。虽然温柔好掌控，但更多的像一个假人。哦，我知道了，总裁，您更喜欢现在的江小姐，但不喜欢她用钱去衡量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哦，你很聪明嘛。有没有什么方法把现在的他和过去的他结合一下？啊，我来解决。不然我雇你干嘛？对，我来解决。加班费不挣也可以吗？哦，我知道了，总裁，江小姐之前对您小意温柔，是因为她喜欢你。如果你能让现在的江小姐也喜欢上你，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嗯，很好，你来想个办法。首先呢，女人都是视觉动物，对男性健壮的肉体有着动物本能的贪念，而且清早头脑没开机，半梦半醒，最好拿下。Yeah, baby. Nothing like the last time. I've been waiting. I'm finally here in front of you. You've been patient, baby. I had you on my mind since the last time. Baby, you've been on my mind since the last time. 醒了？这么大人了还不会吵好人，霸道总裁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啊？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不一样？不一样。吐司、火腿，还有边缘蛋白凝固，蛋黄仍在流淌的完美水波蛋，旁边配着几颗色泽鲜亮的浆果。这份早餐完全是按照我的喜好定制的，就算是要收钱，他也是为我花了心思。这就一份？是的，只有一份，我的。我也要一份。副总，在服务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这是今日的早餐菜单，请您过目。这是我们的早餐菜单，请您过目。不就是要钱吗？我给，现在就去给我做。这女人简直是浪漫欺负的终结者。好嘞。吃什么？我都要。爸，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来解决。出事了，副总，请用餐。
你今天的工作暂停，晚些我会让周岩把你的薪资结给你。这是逐客令？不行吗？不行。你什么意思？难道他看出来我现在心情不好，想留下来陪我？副总，根据协议，我需要识别评估并规避一切可能对甲方以及您的商业价值、公众形象及核心事业等负面影响的潜在或潜在风险，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由于甲方的个人家庭关系、私人纠纷以及相关社会网络所引发的系列风险。你是在关心我，还是完全为了工作？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您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决策极易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不能立岗。不重要，好一个不重要！江离，在你眼里我是人吗？还是一个被贴满传感器的精密仪器？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监控和评估之下。你们还把我当人看吗？你们？他这是原生家庭的伤口遇到梅雨季又痒了，突然找我寻求关爱。副总，收起你的小情绪，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好，你要解决问题是吗？我弟弟傅庭远在 A 大跟人打架，把教授的一个儿子打进了医院，现在人就被扣在保卫处。老爷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处理干净。你来解决。你弟弟，我记得他应该是你同父异母的私生子，这些年来一直在给傅家惹麻烦，是傅家一直想除掉的困难。他竟然记得这么多和我有关的事，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我来解决。他是不是担心我解决不好这件事，会被家里人惩罚？家族丑闻、校园暴力、名人后代潜在的舆论危机，这可是顶级的项目，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副总，请您给我个机会。到账470万，钱款已到账。副总 ，Go Go Go， 出发了！走走走，快点！来，你不仅打人，还毫无悔意。你这样的学生，美大要不起！他就是你弟弟啊？怎么？没你帅。都什么时候还说这种话？快处理事情。手当。你就是这个纨绔的家长？孙教授您好。孙教授您好，我是傅庭远同学的代理律师，我叫江离。关于两位同学的意外摩擦，我想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心平气和的去谈一谈。律师？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一贯作风啊！拿法律条文来施压吗？我哥给你多少钱？你这么卖力，让他自己跟我说，你算什么东西？哎呀，这个傻子，只会把事情搅得更黄。孙教授，我理解您的愤怒，但是我作为一名律师到场，不是为了恐吓或推卸责任，我其实是为了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最公正、最有效，也最能抚平咱们伤害的解决办法。这个女人好像确实是有种控制全场的能力和气魄。也罢，学校都有监控，我先听听她怎么说。至于你，傅庭远同学，在你质疑我的身份之前，请你先搞清楚你自己的处境。我怎么了？我是傅家人，傅家就该管我，懂了吗？根据法律法规，殴打他人或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上500元以内罚款。你吓唬谁呢？我不是吓唬，刚才周特助从医院发来的诊断报告，孙淼同学鼻梁骨骨折，轻微脑震荡，
这种情况一般会被判定为轻伤2级，你要面临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3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你刚才说你是傅思涵的弟弟，但这并不是你的保护伞，而是悬在你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让你万劫不复。怎么可能？想想看，这件事情一旦诉诸法律，媒体会怎么报道？傅氏集团子弟涉嫌校园暴力、殴打他人，这样一条新闻，傅氏集团的股价会下跌几个点，一个点就是数以万计的蒸发。这样，傅家还会接受你？我不想这样。哥，你救救我啊，哥！现在知道叫哥了。你用你哥哥辛辛苦苦维系的企业声誉，去为你自己的愚蠢和暴力买单。你伤害的不只是一个同学，还有你哥哥和成千上万傅氏集团员工的饭碗。你现在还觉得自己很威风吗？自己犯下了错，就自己解决。这么多年，傅庭远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存在于我的生活。今天终于看见他自燃了一次，阴解气。江离，干得不错。这破小孩，当时看书的时候就看你不爽，今天背到这个阶段，那还不得狠狠的整整？没想到啊，傅家请来的律师第一件事不是袒护，而是把自家人骂个狗血淋头。看来傅家是明事理的。孙教授，真是让您看笑话了。我们对傅庭远同学的管教确实存在严重的失职。那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第一，关于孙淼同学的伤情，我们会无条件的承担他的所有医疗费、事后住院费以及营养费，还会给出一个足以表达我们歉意的精神损失费。我们会立刻派人送傅庭远同学去医院，给孙淼同学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我马上就去。还有，他会亲笔写一封不少于3000字的检讨，在我方跟校方的共同监督下，在学校的公示栏公示1周，接受全校同学的监督。第三，至于校方的处分，我们全部无条件接受。我们接受 A 大校规对于傅庭远同学此行为的任何处罚。你们愿意让他接受当众检讨，接受处分？本来就该是这样，不是吗？不管是留校还是记大过，故意伤害他人，犯了错就是应该承担责任，而不是因为仗着自己的家世想要逃避责任，这才是社会准则嘛。如果真能让他做到这些，我可以代表我儿子接受和解。谢谢孙教授。你是怎么做到的？副总，这是我的核心业务范畴，通过精准分析冲突双方的核心诉求和心理弱点，运用法律知识、谈判技巧和危机公关政策，为甲方达到最有利的结果。我不是想问这个，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换了这么多年都搞不定的弟弟，一出手就解决了？不行，这样问显得我很无能。反正以后有他帮忙搞定，不过是花点钱的事。副总，这个价格买你弟弟未来10年的安分，很划算吧？就这几句话，划算？不划算吗？我认命了。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啦，现在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您是打算回公司呢，还是现在去医院看望一下孙淼同学，以示您作为兄长的关怀？你就没什么别的想和我说的吗？比如说，我虽然坐拥傅氏财团1000亿资产，但其实背后藏着原生家庭埋下的定时炸弹。你就不该说点什么吗？您是想让我心疼您一下？开车。
风气。你还需要人心疼？哎，那我们普通人跳河就行了。副总，早。周五晚上有个慈善晚宴，到时候有很多重要的商界人物到场，你陪我出席。周岩，视觉冲击不管用，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要不我们加入一个竞争机制？继续说。之前参加宴会，您都是那些世家名媛的焦点。如果江小姐在场，肯定能感受到您的魅力，到时候就有道理。把最近规模最大的刑检找来。是。好的，我一定陪您去。拓展人脉的好机会啊！他果然是怕我被别人抢走。那你先去准备吧，衣服、首饰什么的，去 Lisa 那儿。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么快？当然，副总，关于高端商务社交场合陪同服务，我的服务章程里有具体的。副总，请您先选择服务套餐。我让他去准备衣服首饰，他就给我准备个这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于，您是想让我做一个漂亮的花瓶呢，还是想要一个能为您挡子弹，甚至能为您抢碉堡的靠谱战友？宴会什么的最好挣钱了。傅思涵，准备好钱包大瘦身吧。豪华定制，我堂堂傅氏集团继承人，钱多到这辈子都花不完。要用就用最好的，这种场合，万一出了什么幺蛾子，绝对会非常棘手。与其那时候在手忙脚乱的为江离家收突发事件处理费，不如一开始就买个顶配。唉，图个清静。副总大气，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傅大鱼。接下来我为您介绍一下合同的具体内容和细节。豪华定制套餐，起步价60万。鉴于这一次的媒体曝光度很高，我们需要承担您的形象风险和公关压力也会相应提升，价格上需要小小的上浮20%。没问题。另外，考虑到您过往比较吸引麻烦的体质，我这边建议您增加一个前任或白月光或潜在情敌突发应急预案，售价8万8。预案一经启动，效果横扫无期。行，好嘞。只要这次宴会能让他重新燃起对我的狂热追逐，这些都不算什么。总计88万8888，账单已经发送副总的邮箱，还请在活动开始前完成支付。合作愉快。副总，您一个人来的吗？可以喝一杯吗？不好意思，我的女伴马上就到。我现在很期待江离要怎么出场，才能配得上我88万的题材。副总，我今天的出场您还满意吗？物超所值。该死，我看见他居然会心跳加速，难道我对他只是一个替身？副总满意就好，毕竟客户的体验是我们的第一追求。
走吧，傅先生，开战。那是谁呀？傅总的新女伴，以前从来没见过。气质太绝了，你看这裙子，就像是把整个银河都穿在了身上。这可不像傅总以前的风格。他身边什么时候出现过这么明艳的女人？哎呀，穿书前每次看到这种画面，总是心痒痒的。今天啊，可算让我过过瘾。右手边的是天恒基金的张董，他女儿最近刚接手了一个新能源项目，正在进行 A 轮融资，我们可以过去聊聊。别看李总，他旁边那个才是关键人物，是一个隐形投资人，主管风控基金。他3分钟后会去露台抽一支雪茄，那是我们的最佳接触时机。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副总，这是您套餐里购买的内容。你看那边那个穿香槟色礼服的女士，她是一名知名艺术家，还是张总的红颜知己。我们可以通过她向张总表达您对她投资的艺术品基金的兴趣。为了陪我来参加这场宴会，他肯定做了很多功课。现在先跟着傅思涵去刷个脸，以后我开始创业，这些都是我的人脉。思涵，这个声音，婉晴，真的是你？我找你找了好久。苏小姐，她不一直是副总的白月光吗？仔细看，江离小姐倒长得有几分像苏小姐呢，婉婉泪清。副总还真会玩。只是不知道替身和正主都在副总面前，他会选择谁？这位女士，你是？你谁啊？滚开！还有2副面孔呢。你好，我叫江离，是副总的私人顾问。副总正在进行重要的商务社交，请问你有预约吗？什么玩意儿？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见思涵还要预约？思涵，我找你有私事。哎呀，真是不巧啊！副总今天的个人时间全部由我全权代理。如果是个人私事，建议您去找他的特助周岩先生去进行预约，或者什么？您可以参加我们今晚的时间竞拍。今晚的行情价是每10分钟20万元起。鉴于您是副总的故人，我给您打个88折，友情价17.6万元。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知道你能留在思涵身边是因为长得像谁吗？那么快就打出替身牌了，苏小姐功力不怎么样啊。现金、刷卡或者微信支付都可以，请问你哪种方式方便，苏小姐？苏小姐说了这么多，江小姐竟然把副总的时间进行竞拍，还打折，这是什么招？4两拨千斤吧，这也太狠了吧！我这辈子就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这个替身凭什么？苏小姐 ，Hello， 苏小姐，请问您在吗？你，哎，看来您暂时没有消费意向，那是我们失陪啦。副总，江离，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副总，咱们是来这里工作的，你认真点。他果然还是吃醋。不对啊，我最开始想要的不是婉晴吃醋。这什么情况？替身胜利了？好精彩的一场戏呀！什么时候苏小姐还吃过这种亏？特别是在副总的这件事情上。江离，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把思涵哥哥抢回来的。应急预案执行完毕，危机已解除，无附加费用产生。综合分析，此次服务价值体验超8万。副总，您赚了。我觉得今天晚上的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苏婉晴和林菲菲关系很好，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欺负我？
我的意思是，有什么特殊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副总，你不会真的担心他们欺负我吧？我没有，我只是担心婉晴，她性子弱，今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让她很难受了。如果再受到什么别的刺激，我怕她会想不开。明白，他不惹我，我就不惹他。至于你们的爱恨情仇，你随意。我是那个意思吗？婉晴姐，你就是太善良了，我哥也是，亏你还特地跑回来，想给他个惊喜，他居然也由着那个疯女人。这也不能怪思涵啊，他大概是被那个女人蒙蔽了。我只是没想到，我离开的这几年，他身边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见钱眼开的拜金女罢了，我哥应该也就是一时新鲜。对了，婉晴姐，你可不能这样算了。你和思涵哥哥这么长时间的感情，难道还敌不过他一个浑身铜锈味的女人？菲菲，感情不是用来比较的。我现在只想让思涵记起来我们过去的样子。婉晴姐，你有什么计划？我帮你。我想单独开一场钢琴演奏会，就在周五晚上，只请思涵哥哥演。只要搞定思涵哥哥，那解雇江离就是分分钟的事。副总，你找我？致无有思涵。还有一股栀子花香。演奏曲目《月光》。副总，这苏小姐确实蛮聪明啊。这首曲子是傅思涵和苏婉晴少年时代共同的记忆，旋律响起就能直击傅思涵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还有心思看热闹，还不快帮我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这次活动我会陪您一起出席，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果然还是在乎我呀！谁让你上次购买的金牌伴侣套餐服务还在有效期内呢？先下去吧。舒言，你说这算是竞争机制起效了吗？猫起笑，总裁，你没发现江小姐比之前更自在了？她甚至都没有提收钱的事，就答应陪你去。好像是啊，但我感觉江小姐可能就是慢热，到时候去了现场，她肯定没有心思听什么乐曲，一看到你跟苏小姐亲密，可能止不住就哭了。好 ，Hello， 副总。我是否需要准备一些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说曲目赏析之类的？这就是梅西子厅。不用啊。那我先走啦。不行，还得再想个办法。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想要引起江小姐的注意力，可能需要总裁您牺牲一些色相和苏小姐亲密些。毕竟您喜欢的是苏小姐，对您来说没影响，不是吗？我喜欢是婉晴吗？
思涵，你可以抱抱我吗？分开的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想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在想你。如果要引起江小姐的注意，可能需要总裁您牺牲一些色相，和苏小姐表现的亲密一些。你看一下苏小姐，然后，反正你喜欢的也是苏小姐，对你来说也没损失的。少年的回忆是一生最美的记忆。江离，你拿什么和我斗？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手机忘记调静音了，抱歉，打扰你们二位了。工作时间忘关手机，他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哎呀，就因为怕错过紧急事件，居然犯这种低级错误，简直该死！对了，副总，我今晚的工作时间到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不打扰你们二位了。让座？那看来是真的吃醋。对了，由于我刚才的工作失误，我今晚的服务费用我自愿扣除，抱歉。还有苏小姐，你琴弹的真好，堪比专业的演奏家。还有这首《月光》的曲子，非常适合您的气质。这是什么套路？装大度？江离，我之前还真是小瞧你。怎么了？江离，思涵，你现在就要走吗？我不想让你走，就算只是普通朋友，我千里迢迢的回来，你跟我吃一顿饭都不行吗？就吃一顿饭，就算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可以吗？好。没有阴晴不定的霸总，没有两副面孔的白月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书里江离的妈，好像书里写了，这段时间正好江离父母出事，但他的心全都在傅思涵身上，没太理会。喂，李丽呀，你爸他突然头晕摔倒了，现在他被人送到了医院，正在抢救呢。但是医生说是急性脑梗。妈，这怎么是我妈妈的声音呢？妈，您先别急，我马上就赶回去。好的。不是在书里吗？这些人不应该都是 NPC 吗？为什么电话那头的声音跟我妈妈这么像？我怕我妈跟我一起传说了。现在躺在医院的不是原主的爸，是我爸。糟了！他从不会在下班时间来电话，是出事了？喂，副总，非常抱歉在非工作时间打扰你，我家里出了一点紧急的事情，我需要跟您请假2天。根据合同第8章第2条，事假期间不算薪酬。为此给您工作带来的不便，我非常抱歉。之后的工作事宜我会交给……你怎么了？说清楚，我这边听不太清。喂，他可是
声音听上去不太妙啊。婉晴，思涵，你在跟谁打电话呀？怎么了？喂，喂，能听得到吗？副总，我们两个好不容易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你能不能不要总想着工作？只是工作上的一点小事情。不是说好了要陪我的吗？婉晴，别闹了，先把手机还给我。思涵，来电话的是江小姐吧？你不觉得你对那个江小姐是不是太纵容了？傅子涵，傅子涵，我不是说她坏话，我只是觉得她的眼里是不是没有你，只有生意和钱？你看她刚才在音乐会上的样子，分明就是敷衍了事，还要破坏氛围。像江小姐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真心为你着想？只不过是把你当做行走的钱包罢了。是这样吗？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压力大，需要有人为你分忧。但是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你放松、给你温暖的港湾，而不是一个随时随地拿着一个账单，把所有东西都明码标价的计价机器。他只是把我当做钱包。思涵，我是真的很为你担心，你千万不要被这种浑身铜臭味的女人给蒙蔽了。好一个苏婉晴，我惹你了！打断我请假不说，还在背后诋毁我，不敢当面对质，就在背后蛐蛐我，搞这种察言察语是吧？把我恪守职责、尽职尽责的专业精神诋毁成见钱眼开的拜金女。还有时间，苏婉晴是吧？白月光是吧？我今天就让你见见什么叫打工皇帝的愤怒！思涵，我只是担心你被骗。江离，你怎么来了？苏小姐，看来你的确为副总竞拍了不少私人时间。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我跟副总的服务协议里可没有说，允许他的私人访客在背后诽谤我。我没有，思涵哥哥。行了，江离，不要咄咄逼人。怎么，当面说不过就喜欢背后嚼人舌根？副总，美人在怀，连随手挂电话这个最基本的素养都抛之脑后了吗？你没有挂电话，他只是吃醋了。果然，周岩说的对，关键时候是要牺牲一些色相。我只是担心思涵，你对他根本就没有半点真心。真心？苏小姐，真心多少钱一斤？能开发票吗？能纳入 KPI 吗？还是说副总您也觉得我应该对您这位雇主奉上他所谓的真心？江离，差不多行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东西都能拿金钱来衡量，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是有真感情的。真感情？上一秒还在夸我物超所值，下一秒就默许别人诬陷诽谤我。你这变脸速度，还好意思跟我说真感情？我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被人指着鼻子教训过，尤其还是在苏婉晴面前。立马给我出去！我凭什么出去？谁爱出去谁出去！今天本姑娘就是要出了这口恶气！这就是你的真实面目，江离。
强势倔强，寸步不让，一点你该有的温柔都没有。江离，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大公皇帝。婉晴，你先出去吧。我出去啊？江离，闹够了没？能摆正自己的身份了吗？当然，我们只是纯粹的雇佣关系，所以按照流程，我来向我的雇主请假。你今天晚上闹成这样，你觉得我还会给你假？太荒唐了吧！我父亲急性脑梗，现在正在抢救室抢救。我买了最早的航班，飞机2个小时之后起飞。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我给你打电话，你听了吗？是怕和我多说一句话，我这个浑身铜锈味的女人就会污染了您和苏小姐高雅的约会吗？江离，能不能说话别那么难听？若不是他闯进来就发脾气，我怎么会？切。谢谢副总。江离，医院在哪儿？不劳副总费心。江离老家在哪儿？江离的老家在南城。南城。好，立马给我买最近一班的机票，我要去那视察工作。啊？我们在那边没有项目啊。什么？没有项目？那你赶快去谈啊！好的，老板。黎黎啊，黎黎，你来了！我记得小说原文里母亲都是喊原主阿离的，黎黎这个称呼，则是书外的现实世界里妈妈会喊的小名。是，眼前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这可怎么办呀？妈，让你受委屈了。我回来了，爸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给他治好。家属是吧？你们快去缴费吧，病人正等着做手术呢。再等等，钱马上有人给送来了。妈，谁给咱们送钱？昨天啊，我给你三叔公打了个电话，他一听你爸爸这事儿，二话没说，他就答应了。他说这手术费他全负责，多退啊，少补啊，让我们啊别再找人借了，省得欠一堆的人情。他让你堂哥先送10万块钱过了应急。哎呀，他真是个大好人啊！不对啊，三叔公是江家出了5福的远房亲戚，叫江建国，印象里是个精明到骨子里的生意人。这种人会雪中送炭，而且为什么要特地嘱咐别找别人？妈，三叔公有说下一笔钱什么时候送过来吗？他说资金周转需要点时间，让我别急。可是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一直没有接呀。哎呀，是承诺全包，却只给一小笔启动资金，同时让你放弃其他求助渠道。等到你火烧眉毛别无选择时，他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开出真正的条件。这不叫雪中送炭，这叫趁火打劫。妈，三叔公不是想帮我们，他是想吃咱们家绝户。不会吧？会不会等一会儿来看他们的表现就知道。我先带你去缴费，我这里有300万，你放心吧，妈，咱们有钱给我爸治病。黎黎，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你在外面……妈，你放心吧，我现在在给总裁干特助，他给我开的工资很高，我没有干坏事。哎呀，黎黎真是有出息了，你们老板也真是个好人啊。就他，顶多算个伟人。妈，我先带你去给爸办住院手续。走。哎，好。
妈，没事了。哎呦，大嫂，听说大哥准备做手术了，我们这紧赶慢赶的，应该没错过吧？人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才来，是怕人不出事吧？手术已经……哎，大嫂，你不知道，为了给大哥凑钱，我们准备把我们工厂进原料的钱挪出来。虽说我们原来谈过利息，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困难，都是担着风险的，就再调高一点。你这不是坐地起价吗？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啊！哎呦，大嫂，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再说了，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我们多问你要点利息怎么了？没有我们的帮忙，你一个女人带着个黄毛丫头，能有什么办法呀？利息太多了，我们也负担不起啊。哎，你可以把你家那房子抵押给我们呀。什么？你居然打我们家房子的主意？那是留给黎黎的。我明明是在帮你。就是啊，大嫂，你先把房子押给我们，等你周转过来，我再把房子还给你。就这个利息，足够你们还到牛年马月。三叔三婶，首先谢谢你们关心，其次，我爸爸的手术费已经全部缴清了，1分不差。什么？缴清了？你哪来这么多钱呀？你这个小姑娘，不会是在外面给人做小三儿吧？我们江家可不允许有这样作风不检点的女儿，我要把你逐出江家。好的很。既然你本事大了，那你现在把我借给你们的10万块钱还给我。三叔公昨天派人送来10万给我们救急，按照现在银行同期1年期利息3.45%，一天的利息是9块4毛5。我给您凑个整，10块钱，本金加利息一共是10万零10元。不是，你什么意思？我们好心好意把钱借给你，你就这么打发我们，连句谢谢都没有。况且这利息怎么可以这么算？谢谢？你配吗？你个小丫头，怎么跟人说话呢？我爸病重，你假意承诺全包，却只给10万，目的就是为了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找不到其他渠道借钱，在我爸手术那么关键的时候你玩消失，等我们山穷水尽，你再跳出来当个救世主，开出高利贷的条件。好几三叔公，你这算盘打得我在陆家嘴都听到了，我是该谢你精明了，还是该谢你歹毒啊？好，这钱你要还也可以，按照我们定的规矩还。我借了你10万，你现在还我30万。另外，钱今天我拿来了，你不借也得借。钱，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合同也不会生效，而且我已经录音了，我可以告你们。住手！给我钱！住手！你谁啊？该不会是包养江离的有钱人吧？他就是你老板啊？他居然对妈妈提起过我，看来他心里是有我的。昨天的事情，我大人有大量，就不和他计较了。傅思涵，你怎么会在这儿？还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这种狗血俗套到令人作呕的桥段，不要啊！告诉我你的名字。你管我是谁？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一个外人少多管闲事。很好，你成功的激怒了我。10秒内，我要他所有资料。原来你就是江建国，我的人，你也配动？大哥，你没事吧？我什么时候成你的人了？不是你谁啊？这里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年纪轻轻的说话这么狂，你家里人没教过你该如何尊敬长辈吗？周岩，动手。副总，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以傅氏的名义对江建国所在的公司进行商业针对施压。霸总不愧是霸总，出手亦是雷霆万钧，真霸气，真帅。你
就你才几岁啊？你知道富氏的大门往哪开？我们可是跟富氏的子公司合作，我们和富氏那才是自己人。我们和富氏才是自己人。喂，李总。江建国，我在外面惹了谁啊？你想死，别拉上整个公司。你知不知道，我们最大的甲方刚刚打电话来，终止了所有合作，说我们得罪了富氏集团的傅思涵。傅思涵，是商业精英，富氏集团的继承人，是让财经杂志只露半个侧脸剪影就可以搅动整个市场的风云人物，是你。副总，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是人，我是个混蛋。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这样的小角色一般见识。你刚刚跟江离母女可不是这样说话的。对不起，大嫂，侄女，我该死，我张嘴。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们高抬贵手，钱我不要了，就当给大哥买营养品了。江建国，你疯了？跟两个女人下跪，给我起来！再说，10万块钱是我们家的所有钱，我凭什么不要啊？呸！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吓唬谁呢？你给我闭嘴！江建国，你打我！打你都是轻的，就是你撺掇我抢大哥的房子，还是你非得来医院闹，这些都是因为你。青女，相信我，我是被他蛊惑了，我不想抢你们家房子的。我对你们两个的事情不感兴趣。好啊，现在你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是吧？看我不抓死你！我走！把他俩弄走，吩咐下去，以后富氏旗下所有公司以及所有想跟富氏合作的公司，都不能给这2个人提供任何工作岗位。走！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句话封杀一个人，太省了吧！我也想当霸总。看见我杀伐果断的样子，被我迷住了吧？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说你是他的人啊？妈，你先去看看爸，我一会儿跟你说。好吧。阿姨，一点心意。谢谢副总。聊聊。处理这样的货色，还要我亲自动手？江顾问，你的休假成本有点高啊。谁让你来？副总日理万机，屈尊前来，这份恩情我铭记于心。关于您此次出行的机票、酒店、车辆以及时间成本，我回头让周特助拟定一个账单，从我下个季度的奖金里扣除，绝对不让公司以及您个人蒙受损失。我千里迢迢赶过来，不是替你算账。那你是？对不起。啊？是我太累了，出现幻觉？霸道总裁和我道歉？副总，您刚才是在说对不起吗？原来您的字典里还有这3个字呢。昨天的电话我没有听清，后来你突然出现了，话赶着话，局面就失控了。总之，我本意并不想跟你吵架。没想到霸道总裁还有这么诚恳的时候。这次就先算了，要是再有下一次，没有下次了。转性了？我听说你的父亲脱离生命危险了，我可以安排直升机将你的父亲接到富氏京城的医院，安排最好的专家给他后续治疗。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我想你早点回去。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现在公司每天有那么多项目要运转，我想你在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哦，现在不觉得我是在坑你的钱了？坑吧，我有的是钱。根据世界财富排行榜，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所以你不用坑别人的钱，只坑我的就好。我喜欢你的自信。江小姐，您可算回来了，总裁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你了。周言，思涵哥哥还是不愿意见我吗？什么情况？不好意思，苏小姐，总裁最近忙着和顾氏合作城北项目的事情，所以非常忙。那他呢？为什么他能进去？苏小姐，江小姐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顾问，总裁需要她。思涵哥哥需要他，难道就不需要我了吗？明明他才是替身，为什么他现在比我重要？苏小姐，你琴弹的真的很好，只是我不明白，我们明明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发光发热，你为什么非要执着在一个男人心里争高低呢？她就是傅思涵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女人。是的。是个人才。副总，早。坐。你父亲情况怎么样了？托副总的福，已经好多了，谢谢。他居然和我说谢谢，他居然没有再紧锣密鼓的计算金额，而是和我说了一句有感情的话。他是要对我产生感情了吗？应该的，毕竟你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员工。好久不见啊，副总。这位就是副总最近新招的私人顾问，江离江小姐吧？顾总，您认识我？你的名字现在在 A 市的金融圈和法务圈，可比那些上市公司的 CEO 都要响。寥寥几句，就帮副总挽回损失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奇女？这位顾总在书中的设定是一个勇敢开拓的富二代，一直是傅思涵商业版图的对手。但因为书的主要内容是傅思涵的情感，对他的描写不多。现在看来是要认真一下了。顾总，我只是一个拿钱办事的法律顾问，为客户争取利益最大化是我的职业本能。好一个职业本能！江小姐，有没有兴趣聊聊？我们信达资本正在招自己的顶级法务团队，我对人才的渴望以及能够付出的价码，绝对超乎你的想象。顾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约的是9点半，你早到了。哼，没办法，听说副总这儿有好戏看，我便提前过来。现在这么一看，门口的苏小姐哭得很伤心。江小姐，你说该是多么铁石心肠的人，看到美女落泪，还会这么的无动于衷啊！居然敢拉踩我，少难得！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金顾，在工作的时候，请称呼他的职务。搞什么？占有欲大爆发呀！副总，工作而已，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早几年，我们顾氏的一个商业经理，不也跳槽你们傅氏？那如此看来，傅氏是比顾氏更好的选择，已经是大家的共同认知了。副总，从顾总刚才进入办公室到您说介绍一下，中间总共耗时1分30秒。这段时间是属于商业会谈前的非正式会谈，还是属于因挖墙脚而产生的商业骚扰？
费用谁付？不愧是江小姐，她根本不在乎在这2个男人心里她有多重要，只在乎谁给她钱。我曾为他战斗，他却只想着钱。有趣，太有趣了。江小姐，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笔费用我付。我不仅愿意支付这所谓的商业骚扰费用，我还愿意为你支付从傅氏离职全部的违约金。顾燕，我们傅氏最不缺的就是钱。傅总，你给江顾问开的合同，我听圈内道听途说的版本，条款苛刻，薪水虽高，但本质上你买断的是他的时间，并非他的价值。对人才可不能这样。顾总有何见教？我们信达资本不同，我们正在寻找的不是一个高级雇员，而是一个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薪水，还有期权，以及一个真正能让专业人士施展才华，而并非为雇主处理私人琐事的平台。合伙人，这3个字比任何金钱数字都更有分量。它代表着尊重，代表着平等的地位，代表着从工具到主人的身份转变。这也是傅思涵一直以来拒绝给予我的东西。顾燕比我想象中更懂人性。顾燕，请注意你说话的分寸。如果不是和新娘的合作关乎傅氏未来3年的战略布局，我现在就要把他扔出去。感谢顾总赏识。傅总，是这样的，根据协议，在合同期限内，若有第3方向乙方及我提出更高的职位或更好的待遇，乙方有权向甲方及您提出价值匹配请求。你这是要让我为你加码？是的，也就是说，傅总您现在有3个选择：第一，拒绝我的价值匹配请求，那我将向公司提出辞呈，并且按照协议向您支付3倍违约金，同时保留接受顾总邀约的权利。第二，您同意匹配顾总提出的合伙人邀约请求，包括但不限于傅氏集团的相应期权以及董事会席位。同时，您要将我的职务从您的法律顾问变为首席战略顾问。那第3呢？虽然第2点已经很荒唐了，但按照这个女人的风格，最重磅的肯定还没数。第3，您可以选择支付一笔忠诚度维系奖金，暂时平息这场风波，直到下一次挖墙脚出现。算您便宜点好了，800万。是不是我支付了这笔钱，你就会一直维持对我的忠诚度？傅总，如果您支付了这笔忠诚度维系奖金，我将继续履行该协议，直到下一次挖墙脚出现。如果我付完钱，他还一直挖，那我岂不是一直要付钱？对，聪明。原来被人当面挖墙脚，不仅不用慌忙表忠心，还能反过来跟老板谈加薪啊！不，这不是加薪，这是现场拍卖，牛啊！我们最高境界就是这样了吧？来吧，为我竞标。江离，我只问你一句，你是在恃宠而骄吗？只要江离承认多少钱，我都给。傅总，我现在是在跟您聊合同，您是不是偏题了？傅总，要不然就第1个方案吧，违约金我会替江小姐付，现在就打到你们傅氏的对公账户上。你闭嘴！800万而已，这笔钱我给了。你是人傻钱多吗？都这样了，你都不愿意给我升职，也不愿意放我走？这笔钱我会让周岩负责处理。现在，请开始你的工作，江顾问。傅总慷慨，既然收了您的忠诚度维系奖金，那在下一次挖墙脚之前，我对您的忠诚度将达到100%。顾总，那就非常不好意思了，
现在看来，我暂时还是副总的法律顾问。商业领域价高者得，市场规律还请您理解。我当然理解。副总，恭喜你了，成功留住了你的金牌顾问。不过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下次我会带着更有诚意的价格再来。毕竟价值这东西总是越被认可，涨得越快。顾总、副总，我们谈正事吧。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副总，你手下的江顾问果然名不虚传，今天算是领会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江小姐，我的提议长期有效，信达资本的大门长期为你敞开。顾总，江离，你不觉得要给我个解释吗？啊？关于刚刚的条款，副总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顾燕当着我的面挖你，你竟连一丝一毫的犹豫都没有，就直接将问题变成价高者得的拍卖会，难道在你心里，我就只是个花钱的甲方？不然呢？江离，为了你，我连夜飞去你家，将苏婉晴拒之千里，甚至还和家里闹不和。你的心里就只有钱？是的，我的心里就只有钱。为什么？因为钱能解决世间99%的问题啊！副总，我很感激你帮助我。不过当初就算是你没有来，我也有钱能给我父亲去做很好的治疗，包括我们家的亲戚，我都可以自己解决的。傅思涵，我没有打算依靠你，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好，江离，你很好。这小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啊？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有了替身之后忘了白月光，这剧情太老土了吧！我拒绝出演。有了。不过，副总，你是想和我换一种方式相处吧？我想，我当然想，你想不想？实不相瞒，我也想，而且我都想了很久了。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打算成立一个资本公司，先投资以下3个项目。所以搞了半天，你还是在跟我聊生意。副总，我了解傅氏的股权结构，虽然说您是公司总裁，但是您手里只有20%的股份，由傅家族老组成的董事会随时都可以将您罢免了。所以你就是在嘲笑我，嘲笑我人前风光，实际上是家族的傀儡。No， 我是在给您提供出路。副总，你可以个人出资5亿到我的项目，我给你黎明资本5%的股份，未来我们一起赚钱。5亿，5%？江离，你没发烧吧？做什么白日梦？副总，请你相信我，只要你愿意投资我的公司，我可以在1个月内取得惊动市场的成绩。原文中记载，这3个项目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我必须马上入局。不过你也有权利拒绝。
当然，我也有权利做别的选择，比如说，不行，副总，你不能选别人，你只能选我。那不一定，谁给钱我选谁。我给，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只要我的钱，不要顾燕的钱。按照你的股份份额，你没有权利干预我的决策。小李，小顾总，关于傅氏和顾氏的合作，我这里有更好的想法。好，傅女士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傅氏的管理了？唉，那不还得靠小顾总您搭把手吗？我知道傅氏和顾氏的合作对于两家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这个合同，小顾总您能不能先别和我侄子签，缓一缓，和我签？听明白，傅女士是想借着这个合同压傅思涵一头。放心吧，只要合同落定啊，我不会亏待你的。我拒绝。为什么？你和傅思涵这些年一直不对付，为何不与我联手？我是挺讨厌傅思涵的，但谁让江离选了他呢？就是因为江离那个没有文化的小丫头片子，你就放弃与我合作？傅女士，请注意你的言辞，顺便奉劝你一句，不要和江离作对，不然你会死得很惨。好啊，你个江离，敢坏我的事儿，我一定要亲自把你捏死在手心里。喂，江离的家人是在傅氏医院治疗吗？让他母亲明天到老宅来，就说他的恩人需要他报恩。我正要找你呢，给你看看财报。我已经在新闻上看过了，黎明资本刚刚问世，就一路攀登，成为国内投资公司的龙头。恭喜你！这才刚刚开始呢。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今天晚上你能不能陪我参加傅氏家宴？他们一直逼我联姻，我想告诉他们，我一直喜欢的是……别说了，我不想听。为什么？难道你就对我没有一点点？没有，一点点都没有。我们之间就是纯洁的金钱关系，你能不能不要老拿感情玷污它？江离，如果你只是想要钱的话，多少我都买单，只要你愿意陪我去。副总，我江离不是什么钱都赚的人。再说了，现在我自己的项目已经开始赚钱了。爸，黎黎啊，1个月前傅家来人把你妈妈接走了，现在都没把人送回来，你妈妈的电话也打不通，是不是出事了？好，行，爸，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把妈平安带回来。傅氏派人把我妈接走。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先别急，我马上让周岩去了解情况。行了，不必了，我知道这事跟你没有关系。根据原文人设，眼前这位霸总可以疯，可以狠，但不会卑鄙。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晚宴是吧？我去。你还是别去了，他们把阿姨带走了，说不定再给你设局。你觉得我会怕吗？不管是什么牛鬼蛇神，只要敢舞到我江离面前，就要让他跪下。纵有千军万马，我江离
一人破之。这是给我母亲的，老山坛的手串，到时候你亲手交给她，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今天可能要委屈你了。你记住，没有人能让我江离受委屈。走吧。傅先生，傅太太，初次见面，一点心意。二位，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妈，这是老山坛的手串。这可怎么办呢？江小姐，还不快把你送给夫人的礼物捡起来！这么爱捡，你怎么不捡？没关系，这样次等的珠子本来也配不上我。老东西，你完了！穿成这样就来了，也不怕人笑话。这俩老不死的，夫唱妇随，还真是婊子配狗。爸，江离是客人。哎，这里跟袁叔有点不一样嘛，他居然想护着我，可惜护不住，也没必要。我的宠习惯自己抱。傅太太，有病要赶紧去治啊！像帕金森这种病很影响生活质量吧？还有你，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珠子掉了也不说赶紧给傅太太捡起来。这万一哪个人走的时候不小心崴到脚，是不是还得怪咱们傅太太手脚不利索？江离，你到底有没有家教啊？像你这样的也配宵小嫁进我们傅家？妈，请注意你的言辞。江离是我的顾问，我今天带他来，也是被你们逼的。我根本就不想联姻。你赶紧嘴！如何？霸道总裁和袁叔比，确实有点人样了。可惜啊，他们似乎拿捏着你的命脉，真撕破脸，你玩不过的。我想你们是误会了，我来不是想嫁进傅家，而是通知你们，我要收购傅家。你算个什么东西，还配说这种大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还轮不到你来问。在1个月内狂揽全球3个最高精尖项目的黎明资本，和你有什么关系？没错，我就是黎明资本的主人。哼，黎明资本崛起之势震动全球，你一个小姑娘能做到？切，你一定是在撒谎！别光顾着笑呀，拿手机查查股权架构。怎么可能？傅思涵，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吞食傅家财产，暗中帮助这个小贱人？他不过一个乡巴佬，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喜欢？还有，他那个农村出身的老妈，只配给咱们提鞋。你自甘下贱，根本就不配当傅氏总裁。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一心想要将我赶出傅氏？我妈呢？你们把我妈怎么样了？我告诉你，你们这是非法囚禁，我可以告你们！少在这胡说，他可是自愿的。丽丽，你怎么来了？他们怎么折磨你了？哎呀，没有，怎么回事？没事儿，没有的。只是夫人她让我用手洗地毯，这不是我拖了3天，我也没洗干净。哎呀，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黎黎，不要！如果不是副总他帮我们，你爸爸他也不会这么快脱离危险啊。我们，妈，他们还让你做什么？也就是擦地、擦鞋，都是小事情。好啊，好一个副将，我江离给你们脸了，我反悔了，我要等你们一落千丈的时候再收购你们。黎黎，不要，我们做人要懂得感恩啊！妈，你不用管，我来处理。你看，咱们把他当牛马，他还要谢谢咱们呢。阿姨，帮助你们的是我，不是副使。从现在起，你不用对他们有善意。什么？你个逆子！为了个女人，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副总，仗义，我江离也不是不仗义的人。从今往后，我们两个就是好战友。傅思涵，你要做傅家的叛徒吗？傅家的叛徒啊！傅太太，您说的不是您自己吗？哦，就上个月，傅老爷子去医院疗养，你偷偷溜进书房，特意把那份房屋置地的文件换了个位置，就等着老爷子回来发现，再借此机会邀功争家产。你不会以为别人不知道吧？什么？真的是你？我对你可不薄呀！虽然我在外面是有很多女人，但我只有一个私生子。这些年来，我还不是跟你过日子吗？你居然连我都算计！不是这样的，我怎么可能是那种女人呢？江离，你胡说什么呢？我胡说？我是一名律师，我比谁都明白说话要讲究法律效率。你有没有做？找一个监控专家过来把监控修一修就知道了吗？我马上派人调查。哎呦，我真的没有！贱人，你离婚！这些都是原书里的情节，只不过是在后期才会逐一被发现并引爆。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姐不开心，全世界都要跟着颤抖。哎呀，大哥，这外星人呐，就是靠不住，儿子呢会背叛你，老婆也搞小动作，还是咱自家人靠谱。你把傅思涵和大嫂的股份全要回来给我，等我当上了副市总裁，那一定会念着大哥你的好的。就你还傅氏集团总裁，你不把傅氏集团掏空都算好的了。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妈这么多年为傅氏呕心沥血，她出去应酬都得了胃溃疡。哦，应酬是去金尊吗？他怎么会知道？哎呀，你们都还不知道呢。咱们这位为傅氏集团呕心沥血的傅婉君女士，还有她这位刁蛮无理的女儿，去金尊一晚上可是点了整整7个男模啊，7个！你瞎说！你忘记了？你点的阿哲还让人家一口一口喂你酒。你妈更厉害，玩骰子输了，坐在人家腿上让人家唱情歌给她听。完事之后还不忘让服务员把账记到傅氏集团旗下，你们两个还真是没下限啊！一把年纪了，还玩得这么花。平时装出一副名门淑女的样子，没想到背地里是这种货色。你个小浪蹄子，从哪里听来的胡话？从哪儿听来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真以为知道你们那点龌龊事的人，真的能守口如瓶吗？是你，是你对吧？我知道你是金尊的常客，之前你包了好几个头牌，在海南岛度假，我可是有照片的。你也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啊，你之前说去国外进修管理学，有3个男模陪伴着您呢。哦，你说的是他去美国生孩子那次吧？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原来这就是真相，难怪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对我爱答不理。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孩子。我不是这样的，你还知道什么？能知道些什么？不过就是知道你们傅家的体面全都是靠算计、靠剥削、靠荒淫无度、靠坐吃山空得来的呗。要论不要脸，你们才真的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也配指指点点傅家？先不说这些事情是真是假，江离，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暗自调查我们所有人，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傅家好。我确实是见不得傅家好，但我起码都是明着来的，不像你妈最近把傅氏集团旗下酒店的管理职务全都换成你爸那边的远房亲戚了吧？啊，这事现在都还没暴露啊！哎呦，我又嘴欠了。你别说了，傅婉君，你一个一门心思安插亲信，带着女儿到处乱搞，还有什么脸活着？还有你们两个，一样的不三不四、自私自利，才真的是绝配。真是太恶心。笑啊！你们怎么不笑了？是天生不爱笑吗？真是一群废物，连一个能打的。你们看不起我的出身，但我起码活得光明磊落。我不会算计老人的财产，不会搞裙带关系，更不会偷偷摸摸去那种地方花钱找乐子。一群好吃懒做的渣子、蛀虫，天天在这高贵些什么呀？这反了，简直是反了！吴思涵，你看看你带个什么样的人来啊？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贱人，竟然敢在我傅家的地盘上撒野！你不许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儿。够了！你现在立刻马上让他滚蛋！江离是我请来的客人，而且他也没有说错，他只不过是把傅家藏在华夷锦服下的脓疮烂疤一件不落拎在台面上了。你们生气，不过是因为被江离绝对碾压。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让他滚；傅氏旗下所有产业永不录用。第二，和他一起滚出这个家门。傅氏集团继承人的位子，是人想坐。阿涵，你难道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今天你要是敢护着她，我就死在你面前。傅总，不必为难，这事儿简单，想解雇我也可以，按照我们签的合同，给我付3倍违约金就可以。多少钱？傅总，也就3600万。你抢钱呢？傅太太，商务合同白纸黑字，具有法律效力。不过你们想赖账也没关系，就是这傅氏集团总裁带头违约的丑闻一旦传出去，对傅氏股价的影响应该不止这个数吧？很好，傅思涵，真会挑女人。钱我出了，你们都给我滚！滚就滚。妈，你先上车，慢点儿。江离，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当然，你还是我公司的小股东呢。你不是想收购傅氏集团吗？我的20%可以先卖给你。我有预感，现在是股价最高的时刻。你很聪明，别难过，
等我彻底收购了傅氏，还请你当总裁。我们之间真的没别的可能了吗？傅思涵，我以前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无药可救的蠢货，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你还能勉强维持人样，你辛苦了。你一直引以为傲的权利，不过是他们暂时借给你的玩具。你的宝座，连你最想护住的人都护不住。你比我更辛苦。能不能不走？陪陪我。人生此去山高水阔，生活不止情情爱爱。希望我们有缘再见，是在顶峰相见。走了。走了。江总，我们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另外，昨天下午我们已经以3000万的价格完成对富士集团的收购。最后，国际新锐医疗公司思明集团的总裁已经到了，在等您谈合作。3000万，傅家没有异议？他们正忙着内斗，无暇管别的事情。而且，自从2年前傅思涵离开傅氏后，傅氏的情况便一落千丈。现在卖股权换点钱也是天大的好事。自作自受。对了，思明资本的总裁在哪里？他能在2年的时间把公司做到全球顶尖，是个人物。哎，他就在那儿。江小姐。是你。这算不算点头相见？